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里边有一个话题，不仅仅是在两会上，就是在我们看各个地方的媒体啊，包括老百姓街头巷尾热议当中，也有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恐怕这5个字是最近的这个在网上搜索也是绝对的热词儿，叫什么？保障性住房。这个热议的原因呢，这是在两会之前，咱们这个总理温家宝啊，就曾经跟大家说过，说是今年要开工完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所有人都认为咱们中央政府在保障民生这方面，这是动了真格的了。那么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咱们好多老百姓啊，在这个媒体里都了解到保障性住房这个概念，可是真正的保障性住房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也挺模糊，说我就听什么又廉租房又经济适用房的。保障性住房就包括刚才我说这2样。那么保障性住房是跟商品房相对的，保障性住房一般来说不应该介入到流通领域，而保障性住房呢是带有政府补贴、政府福利性质的，它针对的是社会中等收入以下的，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针对这个的，比方廉租房，你这个没钱住不起房子，好，那这个房子给你住，然后收你少量的租金，廉租嘛。经济适用房，你买不起房子，但是你还有点支付能力，买不起商品房，那好，我这个限定面积、限定价格把这个房子卖给你，那这属于经济适用房。所以就是说，保障性住房是跟商品房相对的，带有政府补贴、政府福利性质的，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商品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保障性住房，在现在房价飞涨的情况下，咱们社会有好多人没有住房，有的买不起房子。那么保障性住房呢，主要就是面对这些中低收入者。那么其实这个保障性住房的概念呢，已经提出来有好多年了，但是呢，说实在的，并没有完全把它搞好。因为在13年前，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就提出了一个很长远目标，就是咱们要完成的就是说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咱们要让他住进廉租房，交很少租金就有房子住。再往上一点呢，中低收入者呢，咱们让他买经济适用房。买这经济适用房就是不像商品房那么大，也不像商品房价那么高，买经济适用房。那么一些呢高收入者呢，让他们去买商品房。这也是当时流行一句口号，叫有钱的找市场，没钱的找市长，政府给你解决。那么从提出这个到现在13年了，那么我们这方面民生问题得到解决了吗？部分的得到解决，总体还不尽如人意。所以你想想，那么长时间遗留到现在的问题，它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完全解决的。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出言谨慎。两会之前呢，有种说法，说今年呢要完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可是两会期间呢，说法有变化了，叫今年要开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完工是都建完了，能交付使用了，可以住了。开工是什么呢？我把地画上了，砖头瓦块拿来了，开始盖了，这叫开工。所以开工和完工一字上的变化，也体现我们现在政府比较谨慎的方式。因为发现今年1年要想让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完工，这是比较困难的。咱们政府不能说大话，所以叫开工，意思表示今年我们要开始建设，资金都到位。但是呢，说最后能不能完工呢？咱们现在政府还没这把握。那么说，为什么政府用这么谨慎的态度对待保障性住房呢？因为保障性住房确实是一个极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体系。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中低收入者？你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把它甄别上来？比如说那还不简单，这个什么吃低保的，还有什么月收入低于多少的，家里这个人均面积低于多少的，这些有个最大问题。在中国当前社会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你怎么样确定保障性住房的准入标准？怎么甄别它？怎么能保证这个人进来确实就是保障性住房该照顾的呢？
因为这方面咱们有历史教训了。你像经济适用房，那么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经济适用房政策最开始设定的时候有一处失误，什么失误呢？就是经济适用房不应该允许它上市。一开始政府定的那个经济适用房呢，你住满5年以后可以上市，5年以内你不能拿到市场去交换去，拿到市场上当商品房卖。但是其实按我的观点，5年以后也不能让它卖，就应该封闭运行。比方说经济适用房，同样的面积的市场上卖200万，那我卖给你呢就80万，那么80万多差距那120万是什么？是政府补贴的。我们经济适用房目的是保护弱势群体的，不是让你挣钱的，是不是？这是政府给你补贴带来的好处。那么给你补贴带来的好处是政府给你的，你怎么能个人把它捞兜里去呢？所以无论当初买经济适用房的这个人，他是真需要照顾还是诈骗不需要照顾的，最后5年之后房子翻番获利都不应该归他所有。所以经济适用房一定要封闭运行，不能够跟市场对接。一对接的话，大伙儿后来一看到，为什么那么多地方人你看到开奔驰宝马去买经济适用房？因为他发现这里边获利太大了，所以这个都是巨大的利益预期造成的经济适用房领域之内乱象丛生。那么今年我们承诺建这个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我认为这些保障性住房，无论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都应该封闭起来运行，就不能让它跟市场自由对接。一对接的话，这里边有巨大的利益冲突，难保下边不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说，第一点，必须要加强这个保障性住房准入这方面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二个，还现在有一个非常挠头的问题，就是这个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从哪儿来？他说这不国家承诺了吗？哎，政府补贴那些不构成建设保障性住房的主体资金，因为呢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基本上1年下来建设资金需要多少呢？需要1.4万个亿。那么1.4万个亿这里边钱从哪儿来？你比方说咱们政府两会工作报告上已经定了，政府给拨呢1030个亿，那么国家开发银行呢给贷1000个亿，那么还有呢各个地方政府呢垫资大概能凑1000个亿。再一个来源渠道呢，去年的土地保障金必须至少有10%拿到保障性住房建设，这咱们国家规定10%是多少？2700亿，2700亿加前面这个3000亿搁到一块儿，满打满算的呢，就现在已经能够确定的资金来源就5000个亿。那么1.4万亿，5000个亿差多少？还差将近9000个亿的9000亿啊！大伙琢磨琢磨，这可不是个小数啊！过去为什么长时间以来保障性住房建不好呢？因为保障性住房政府不光得批地，把地批出来，这地还没多少土地出让金收入，而且政府还得搭配套资金。今天把它变成军令状了，必须实现的了。那么各个地方政府就得考虑，我剩的9000亿从哪儿来？那么现在好多地方都说这9000亿从哪儿来？说银行贷款吗？可是跟大家说实在的，银行贷款对于风险很大的，它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你比方说有很多商业银行就说了，保障性住房对他们来讲风险很大，为什么呢？你看啊，廉租房为什么叫廉租？就是租金非常低廉。那么低廉的租金呢，根本无法短时间之内就覆盖这保障性住房的成本，所以这个如果银行贷给你钱了，它可能面临着亏损。有人说那还有棚户区改造呢？咱们现在国家棚户区改造，凡是好的地方基本上都置换完了，剩下那些棚户区很多都边远的地方、偏的地方、城乡结合部，那在那地方建了房子，它不是这么好卖的。那么银行贷给他也存在着一定风险。这还有公共租赁房呢，公共租赁房得需要50年才能把租金收回来。那么这50年期间，政府都换了10届了，银行呢都不定换多少茬领导了，过了那么长时间，这个风险怎么考量？那么好，现在要想让银行贷款给地方政府建保障性住房，前提是地方政府不能再像头几年那样为了 GDP 大干快上，我上这个项目上那项目，你一大干快上，显得利润高了，银行就把劲头都使到那上去了。
所以这个银行贷款这块能不能到位，跟咱们现在对 GDP 增速这块能不能控制住是有直接关系，能不能遏制住地方性政府这种无法遏制的投资冲动，这是非常关键的。那除了银行贷款，还有人提出来公积金，咱们现在公积金闲置得有上万亿，那么闲置的公积金搁那也是搁着，能不能把它用到保障性住房上呢？这涉及我们政策上一个很大突破，因为公积金呢不是国家的，是咱们老百姓自己兜里的钱，掏到那搁那储存着的公积金。那么咱老百姓自个儿钱，政府有没有道理说动就动？你要动的话，得经过哪些程序？这都需要政策上进行突破。所以公积金贷款呢，好多人都盯着归盯着，能马上就用吗？这是个难题。而且用完了之后出现坏账，谁来负责任？那公积金不是政府的钱呢，是纳税人钱暂时存到那儿的。所以说这个有人说暂时不移动。那么接下来有人考虑了，建立房地产信托基金，这个信托基金必定是要经过市场运作，也跟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呢，它也存在着风险。说社保基金呢，这几年各地社保案经常犯事，你动这个钱怎么监管呢？还有那说现在保险金人家特别感兴趣，你看几个大保险公司经理都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愿意拿出来资助保障性住房。可是保险这方面的钱进来，人家保险公司也说得有点政策倾斜，我们税收上是不是就便宜？所以你现在目前市场经济下，多方的利益都是合理的，你让任何一方无偿的给国家做贡献，这都是有问题的。国家财政补贴没有问题，那你各方都是商业的，都是市场经济的，你凭什么让人家白拿钱呢？所以说现在想拿钱的再向你要政策，有一些钱涉及公共利益，暂时还不能动。所以目前的保障性住房的这个筹集资金这块出现了很大难题。所以说这一年下来，咱们在保障性住房上的集资这一块能不能把政府那钱也用上，咱们自个儿还能筹来很多钱，而且合理的使用，这是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说今年保障性住房这个任务，对于这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讲呢，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怎么筹措资金，怎么管理，怎么完善监督。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关注国内这个住房市场的时候发现，现在说保障性住房再建1000万套，那这个1000万套最后到底能不能消化得了？有人说那怎么消化不了？没房那么多呢？你不要看说没房的多，那么边远地区你搁到那儿的比较偏的房子，他愿不愿意去住还是一回事儿。你比方说我要在城市里打工的话，我离单位走2步就到了，那我租个房子，我不省去来回的这个路上交通费吗？你现在整到郊区大远的地方我住，我每天上班就得2-3个小时，下班再2-3个小时，我愿不愿意去呢？而且现在好多的这个棚户区改造或保障性住房啊，地方政府把它往偏了往远了建，为啥？好地方还指它土地出让金卖钱呢？其实现在我们看商品房里边有大量的结余，而且商品房里头入住率也不是多高。那么在这个时候再建1000万套住房，会不会造成资源浪费？如果说那商品房人家买卖人自由，人愿意控制，那好，咱们现在还有别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好多城乡结合部甚至农村都建了那种小产权房，现在小产权房是我们很难处理的，从土地法上来讲它不合法。可是呢，如果这个东西大量闲置的话，还占据一定资源，怎么办？北京大兴现在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小产权住房呢变成公共租赁房。哎，我这个不上市，不能卖啊，不能卖。但是你谁来了呢？我交多少年租金，你就可以住。这个等于呢是从另一种方式解决了小产权住房呢跟上市的房子之间搭到这么一个临界点，就既不让它浪费了，同时也让你房主得点钱，也解决小产权住房的一种困境。那么当然现在国家没有说小产权房和公共租赁房对接就是合法的，是不是我们在这方面能完成点政策性突破，把大量的小产权住房呢能够当做保障性住房来使用，就算国家借你用的，回头给你租金呢，给你什么呢？这样小产权住房的房主呢，集体土地所有者呢，他也能得到一定的实惠，同时还解决了政府这种重复建设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浪费。所以我想这些东西都应该我们的政府及时组织智囊团好好考虑考虑。
这样的话，全盘考虑的话，保障性住房才能有一个比较美好的明天。那么呢，收看我们节目的好多人呢，都在琢磨：哎呀，这保障性住房我是不行，我这收入也还可以，好像买保障性住房或者说是廉租没戏。那么呢，好多人关注保障性住房是什么道理呢？他希望保障性住房一出来呀，有的人都买不起的买上了，低收入的也有了。那好，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让房地产上的刚性需求下降，然后使房地产商一看没那么多刚性需求了，没招了，降价吧？是不是我们买商品房能便宜呢？这是很多根本不可能跟保障性住房有亲密接触的想要买房的想法。哎呀，他一整就降下来了，然后我好买。跟大家说实在的，保障性住房对商品房降价不会有太多的促进作用。为什么呢？你首先看保障性住房是哪些人用？中低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弱势群体。这些人当然也对现在高房价不满。为啥呢？他一看，比方说北京2万多、3万多一平米，绝望了，我不吃不喝一辈子也攒不下来，所以他怨气很大。但是这个怨气呢，是针对他的期望值来的，不是针对现实来的。因为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讲，比方说我一年我才就挣那么2、3万块钱，这个房价，北京房价2万多一平米，我买不起。那再往下，就真给你降价降下来，降到1万多平米，你能买得起吗？你也买不起啊。所以说，商品房的真正消费者是不包括这些中低收入的，而保障性住房解决他们的居住，他们就即使现在再想买，他也不可能进入商品房消费领域，所以商品房的价格不会由他们来决定。那有人说老梁你说的不对，还有些夹心层的啊，这个有点收入但又没到那么高，他们想买呀。你现在一买了经济适用房了，他们买了不就不买商品房了吗？其实这个对整个住房市场影响的比较小，在1000万套住房的比例当中，仅有极少一部分拿到经济适用房去，所以这一块对商品房的影响并不是多大。而且那些夹心层，他时刻都希望买商品房，因为买了经济适用房呢，有诸多上市的限制。这些夹心层他有一定收入，他买了房子什么心态呢？我现在听说房子还得涨，我先买了吧，买回来搁到这儿，我住进去，然后静静等着房子涨价。所以这就咱们常说的嘛，你没买房说希望房子价低，买了房希望往上涨。因为这些人他对房子涨价是有预期的，那么他对房子涨价有预期，他认为一定能涨，他就想买，这又构成了刚性需求。所以这部分人能对平抑房价起多大作用还不好说，根本就很可能还又推动了商品房价。所以跟大家说实在的，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乃至未来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不会对商品房的价格产生太直接的冲击。它要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不是解决我们现在属于中等收入线或者中等收入以上的。而这一部分人是商品房最主要的消费者。那么最后呢，我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折腾这么多年有关房改呀、保障性住房啊、商品房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其实应该是这样，比方说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归谁所有呢？咱们说归国家所有。归国家所有等于什么呢？全民所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是咱们全国13亿人口共同拥有的。那么按照这个说法呢，城市里和乡村的住房面积，就说宅基地归谁所有呢？也归13亿人所有。也就是说，咱们13亿人呢是中国土地的大股东。那么按照道理来讲呢，咱们应该怎么分配土地呢？就是现有的宅基地除以13亿，每个人能到每人手里多少？这个土地是咱们自个儿的。比方说假如说能到他们每人手20平米，那好。假如我现在，比方我家里我老婆我儿子3口人，我先天就该拥有60平米，一人20平米吗？那么拥有这60平米土地，我在这个土地上这房子，当然砖头瓦块这个盖起来这是什么？我得支付这个钱。但是这60平米土地的钱我不需要支付了，这我自个儿的。但是眼下中国的商品房市场呢，在我看来呢，就是把大伙有的这些土地
给攒到一块自由买卖去了。我认为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精神。那么说，我们家3口人住60平米，上面这房子我支付钱，这地是我的，我不需要再交了。那我有钱，你比方我大款，那我非住200平米的。好，200平米减60多少？140平米，多出这140平米，你必须向国家交钱。这时候是真打实凿得交钱，因为你占据了大众的土地资源。交多少钱呢？对于这样富人，我能卖你5万一平米，我不会卖你3万一平米的。那么说，我现在呢不想住那么大的，我一家3口人我就住30平米的，这样我就节省出30平米。这30平米钱，国家应该少把它卖给富人的钱来补贴到你身上。所以正常的我们说土地国有的概念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说这呢，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这个理想化状态在现实当中呢，短时间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至于为什么短时间不可能实现，我一时半会儿也总结不出那理由。您不妨自己开动脑筋想想，这是为什么？最近有一份科学数据显示，从85年一直到现在，这20多年间，中国人的腰围增加了13厘米。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数字。他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看，目前中国人至少得有2亿左右人处于肥胖的边缘。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人离疾病又近了一步。有的人说呀，统计人胖与不胖，最明显的数据是体重啊。怎么这腰围能说明很大问题吗？腰围可能只是肥胖当中一个数据。这个观点呢不够与时俱进了。因为我们看呢，在现实当中你会发现呢，有的人胖得很匀称，胳膊凸，腿也粗，虎背熊腰的。这种情况下的胖呢，有一点问题，但还不是很严重。最严重的胖是什么？橄榄型的，胳膊腿挺细，就肚子大，从外表看起来像个橄榄型，中间突出。而这种类型的肥胖，我们俗称叫将军肚、啤酒肚。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会带来非常大的问题。在国人尚不久远的记忆中，将军肚、啤酒肚曾是富态的一种表现，是吃得好、家庭条件好的代名词。其实，啤酒肚就是中心性肥胖，会导致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病的发病率更高。而目前中国的肥胖人群中，80%以上是这种肥胖类型。有资料显示，每增加5公斤体重，患冠心病的几率将升高14%，中风危险率提高4%，而缺铁性中风更是提高16%。而且肥胖也会导致心脏病、肿瘤等的发病率增高。所以说，就是在肥胖本身已经对人的健康产生很大威胁了。你在这种橄榄型的肥胖，那可能问题更大了。所以腰围这个数据应该说是在诸多反映肥胖的数据当中是一个很危险的数据，也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那么我现在呢，有很多中老年的观众朋友会想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中国人都是瘦，胖人少。你看，连我在调查过去翻一些过去老照片的时候，我就发现呢，70年代以前中国人那个照片很少说在画面里能看着特别胖的。而我还又翻了一些纪录片，以前那个时候的新闻纪录片里边，熙熙攘攘街道上走的中国人，瘦人占绝大多数，偶尔能见到1、2个胖子，那都算稀有。我还调查了一下1972年的时候，意大利有个导演叫安东尼奥尼，他拍了一个跟中国有关纪录片，就叫《中国》。我看那个片子里面也是，在长安街上走来走去的中国人呢，瘦的人占大多数。从几乎没有胖子的国家到肥胖人口增长率重灾区，我国用了仅不到30年的时间。2012年，卫生部的数据显示，1985年中国城市男性平均腰围是63.5厘米，现在已接近76.2厘米。其中40至50岁的男性平均腰围已达到82.6厘米，与1987年的平均水平相比增加了7.9厘米。
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的肥胖人口已增至 1.2 亿。据腰围改变中国的作者保罗经过1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的肥胖症人数增加速度仅次于墨西哥，已排全球第2。照此速度，中国在2040年将可能成为一个胖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青少年儿童的肥胖率也在不断增长。据报道，我国儿童的平均体重较30年前增加了3公斤，全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率已接近 7%。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肥胖人口急剧增加？而肥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深层原因？我觉得现在的胖子，你可以把它分成2类，一类是人到中年的胖人，你比方说像我这样的，我就属于偏肥胖的。那么还有的就是更多的我们身边青少年里的小胖子，他们这种肥胖啊，产生的原因不一样，咱得分头分析。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年岁的，好多的肥胖呢，其实是个心理问题，就是来自对过去饥饿时代的一种记忆。更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他们都经历过挨饿的时候，食品各方面资源匮乏，副食极为稀缺。这个你像我本身，我这年岁没挨过饿，但是我经历过副食稀缺那个年龄，所以这个记忆呢，就造成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呢，父母怕孩子挨饿，打小就说可别能让孩子饿了，尽可能给孩子多吃，尽可能给点好的吃。等我们小时候呢，副食呢匮乏，等到我们一步走向青年了，在成年时候呢，感觉好像要把失去青春夺回来，见着点好吃的咱得补一补，多吃点，以前都没吃过。所以这几种因素合力之下呢，等于饥饿的记忆和匮乏的记忆，造成我们对食物曾经有一度很贪婪。那么其实这个现象呢，咱们能找到好多有趣的例子。你看，就那个时代的记忆，使好多人对食品产生了一种情绪。咱们也有不少的老辈人都是嘛，一看哪儿说食品排队，他去抢购去，买点这个买点那个，总怕这东西缺。首先一个不规律的作息，很多人觉得说我正常作息的话，我身体就会胖起来好起来。不对，胖和健康不是一回事。你看我们在电视台工作的我们身边有不少这样的编导摄像他们一天呢，电视台这活其实大家不知道，你看着坐在这儿说说讲讲挺风光的，作息非常不规律。有那么种说法说电视台的人你看天天晚上可能工作的很晚，早上有的睡懒觉，说熬夜就熬夜，没有个作息规律，到这儿来就吃盒饭，吃时间长你发现不仅没瘦，这人还胖了。就不规律的这种作息容易导致人发胖。所以现在人这个生活就非常不规律，尤其是年轻人，多晚不睡，早晨不起来，整个的作息阴阳颠倒。老祖宗几千年下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经而饮，隔天而食，到你这辈儿就给反过来，违背这种生理规律，违背生物钟，容易可能使你带来畸形的肥胖。在我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非常的不健康。你比方说坐车，有的人一天都不走几步道，买盒烟买个酱油，就这么几步道他都开着车，他也不愿意自己走着过去。人活动的时候是越来越少，而且现在最要命的，我们这个膳食结构，这是很要命的。在家里做饭的时候越来越少，吃饭店的时候越来越少。这个膳食结构的危害在哪儿呢？饭店里的东西大家记住，他这个做菜他就是为了吸引你来吃，所以他考虑什么？色香味儿，一定让你吃着香你才能来。他怎么能让色香味俱全呢？往里放油，往里放盐，往里放糖，高盐高油高糖，你吃着肯定香。可是这个东西对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这里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洋快餐的力量不能忽视。有个数据，麦当劳、肯德基80年代进到中国到现在，规模是当年的900倍。1987年11月12日，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店开张营业。
此后，洋快餐在中国迅猛发展，到目前，仅麦当劳和肯德基两家在中国店面已超过5000家。调查显示，城市人口中有超过1亿人每周会吃1至2次快餐，近6000万人每周要吃2次以上快餐。可是洋快餐注重的什么呢？也是口味和标准化。你看它呢，炸的薯条啊，汉堡，又什么鸡块、原味鸡，这个那都是高油高盐的东西。等剩下的巧克力了、饮料了什么这个那，又都是高糖的东西。就是现在世界范围都把这定为垃圾食品。2004年，一部给我最大号的纪录片在美国上映。在这部纪录片中，年轻导演摩根斯·博尔洛克以自己为实验品，连续30天，他3餐只吃麦当劳的食物，让大家亲眼见证吃油炸类快餐对自己身体带来的影响。鸡肉汉堡200克，含有热量584千卡；中包薯条115克，热量350千卡；中杯可乐460毫升，233千卡。过高的热量使洋快餐营养比例严重失衡。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10大垃圾食品中，油炸类食品被列为10大垃圾食品之首。你看定位垃圾食品，很多人离不开的，为啥？快捷方便，而且吃起来口感不差，对人产生短暂的这种诱惑。那至于长久的健康，很多人就不考虑了。我们发现刚才说这种现象，往往是特别集中在中国的城市里边。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胖子加工机。为什么？最主要原因，城市有一个特点，它让你尽可能多的吸入各种能量、热量，但却尽可能少的消耗。你要在农村的话，每天你去劳作的话，即使你摄入那么多热量，吃的不错了，可是一干活一干嘛消耗出去。但是城市就让你消耗不出去。你就说很多宅男宅女，一边叫外卖，我也不用，甚至出去吃饭都不用，直接给我送家来。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好看的好玩的电子游戏啊、韩剧啊什么的，你能宅到家里头，你更加不愿意动了。而且时间一长呢，连谈恋爱都不愿意了，拿起那手机来是3米以内有多少能跟我恋爱的，都玩这个了，开始使你更加像胖子的那个境地一步一步推进。你比方说，咱就说吃喝这个事儿，从这一样说啊，你比方说喝，你问问现在好多青少年，你喝水吗？不喝水。很多孩子一喝就是这些饮料，基本都不喝水。那么饮料里边，它可不是就是一股水啊，它里头糖啊加什么？你拿了饮料瓶，你看上面都写着，你看可乐，一瓶可乐里头含有的热量，你一天要是喝9瓶可口可乐，你饭不用吃了，热量够了。可是有几个人喝完可乐不吃饭呢？你再比方说，你到那个洋快餐里头去，我点俩汉堡，一个薯条，一桶可乐，这些热量就基本上是你一天消耗的热量都消耗不了。可是你意识到了吗？你可能还觉得没吃饱，但是你要换成中餐呢，比方说蛋炒饭，我再配个汤，或者一碗兰州拉面，配一碟花生，配一点小咸菜，你会吃的挺饱。但这个热量呢，还不如刚才我说洋快餐的一半都不到。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呢，往往使你积攒了太多的热量，而这些热量呢，由于我前面说运动少，你又消耗不出去，所以这城市里边年复一日、日复一日的，就制造了很多胖子。你没有地方去消耗这些热量。有人说，那还在你自个儿，你去锻炼，到健身房。问题就是第一个时间，很多人疲于奔命，没有多少功夫去到健身房锻炼。而更重要一点，我们小的时候说体育锻炼，踢个球、做广播条干啥也不花钱的。现在在城市里体育锻炼也已经商业化了，你健身房办个卡，最少得1000多块钱一年，你去打羽毛球租场地都租不着。就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现在你想把它坚持下来，都面临着一个你的时间不够，再一个你钱包可能不够。现在说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
那也是要花钱的。所以这样一种模式造成了呢，你在城市里生活呢，每天摄入了大量不该摄入的热量，这些热量呢消耗不掉，储存起来，完了你就胖了。还有的人这都不满足，晚饭之后呢，胳膊上来顿夜宵，半夜出去夜宵吃什么？啤酒烧烤最多，而烧烤很难消化，热量还奇高。喝酒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东西它热量高不说，还有一个问题，消化都费劲。为什么？你吃完喝完了，你要睡觉了，这个对人的危害是最大的。老辈人经常讲一句话，不要吃压炕头的饭，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呀，吃完了就睡，这不好。就起码你吃完了和睡之间要隔3个小时，你有充分消化的这样时间。完了你直接就躺到那儿了，睡着了，这些东西不消化，积攒到第二天会形成更多的有害的东西。所以我就说，真正的绿色生活其实就是你把生活变得越简单越好。但是有人说这话，说老梁你这站着说话不见腰疼，这确实是在我们现在生活里，健身和养生有时候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品。你的工作压力，你的生活压力逼得你不得不往前走，而你在这种压力之下根本就没有多少心情和能力在考虑说我现在这种作息方式不规律，生活方式不科学。当你考虑到这些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一个胖子了，或者已经是好多病都找上你了。多余热量在体内积聚，健身成为一种奢侈。再加上饮食不规律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城市人口肥胖比例高达 20%。 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我国青少年儿童的肥胖率也在不断增长。据报道，我国目前有1200万肥胖儿童和青少年，不吃早餐、经常吃快餐和锻炼少是导致中国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所以我说这个肥胖这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它很难根治。它不光中国，你像印度、墨西哥有的地方，它依然是胖子成堆。比咱们富的也是个问题。美国现在呢，成年人当中有1/3是肥胖，小孩里也不少。而美国这么些年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力气，说这个肥胖容易引发各种疾病也不好，要治理这现象。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明显成效。人类要往前发展，我们在自己身上呢加的这个砝码就越来越多，而这种砝码反过来就会破坏我们原来那种纯自然的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如果要想回归那种方式，往往就意味着你要放弃发展。放弃发展，现在人类都不愿意，都不答应。所以你要往前走，你想获得更多的同时，你往往会失掉你本来就拥有的。所以这也是个天道循环的一个微妙的平衡规律。但是呢，有人说这种现象咱也不能让它持续对人类有威胁，会带来很多疾病，那怎么办呢？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只能是咱们自个儿想主意。你比方说咱能用不走的，尽量就别开车。晚上呢差不多就睡觉，睡之前忍一忍，就别去吃那顿夜宵，少喝点酒，烧烤的东西油炸的东西尽量少吃一点，咱尽量3顿饭吃好了，就别吃零食。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身边呢可能都已经念叨了多少年的。其实总结起来呢，也不外乎就那6个字，对所有疾病都管用：迈开腿，管住嘴儿。你平常能活动点，然后呢尽量的口腹之欲你约束一点，少吃一点，这可能呢你就离那个肥胖带来那些疾病就远一点。而且这个事情同时呢，它可能还意味着别人对你一种信任度。说怎么个信任度？你想想，很多女孩减肥成功的，大家说她有毅力；有的男的戒烟，说戒烟成功的，大家说他有毅力。就这种你像肥胖类型的，往往意味着呢人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很差。你要是能减肥下来，能把烟戒了，人认为你自控能力很强。所以这种东西有生活习惯能够最后变成一种道德评价标准，变成你一种意志力的考验。你比方说我这有个公司招一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你比方说这大学毕业生还胖的吓人，他自己不减肥还站着可乐汉堡吃呢，我不愿意要这样。为啥？放纵自己的欲望，缺乏控制自己的能力，
那我把你放到工作岗位上，我能信任你吗？所以在一定程度来讲，我相信这个社会如果有对这种现象的一种理性的价值判断的话，可能也会在客观层面约束一些人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健康一些，不要变胖。我希望是从现在开始，咱们起码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约束一下自个儿的孩子，少吃那些洋快餐，尽可能的领着孩子多活动活动。更重要一点，让孩子一天渴了的时候去喝白开水，或者去喝凉一点的哪怕冰镇矿泉水，不要去再喝那些高糖的那种饮料。我想把下一代这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我们将来的后顾之忧就会变少。